几人来到的是一家拳馆，可以看到赵世明对这里很熟，路过的人都会和他打招呼。这是我投资的。林浩打量着拳馆，占地约有150平的样子，有2个拳台，旁边还有一些辅助的训练器材，如练拳速的反应球，还有沙袋之类。在旁边的一个柱子上还贴着一个牌子，写的是欢迎切磋。他笑了笑，要是把这货带到龙虎山见一见老道，估计这货得当即磕头拜师，撵都撵不走的那种。阿浩要带护具吗？林浩看了一眼工作人员拿来的护具，想了想摇头道：庆哥，咱就随便切磋2下，护具就算了。赵世庆更加的兴奋，因为他也不喜欢护具，认为那玩意影响速度。听到2人要对打，周边的不少人也围了过来。赵世明见2人赤手空拳的上去，颇为担心的问向于伐科：不会有事吧？他自然是为林浩担心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弟弟还是很厉害的，不说打遍全港无敌手，但真正能在他手下讨到便宜的还真不多。应该没事，阿浩知道轻重的。此刻拳台上2人各自站立，赵世庆看林浩站姿随意，后脚一蹬便前冲攻击，看着威猛，实则也只用了5成力。林浩侧身躲过的同时抬腿便绊，赵世庆反应也足够迅速，前冲的同时居然还能跳跃躲避他的低扫，简单的一招，2人也都对对方有了一些底，至少并不是花架子。这次没有再谦让，林浩主动发起了攻势，他的招式飘逸，看着像是轻松拂面，并无丝毫的力道，但只有对战的赵世庆能感受到每一击所蕴含的力道有多大，让他短时间居然有些疲于招架，更别提进攻了。对战了约有3-4分钟，赵世庆越打越是心惊，2条胳膊上的痛疼也越来越难忍受。他能感觉到林浩肯定没发全力，看似是不停的在进攻，实则处处留有余地。然而就在此时，林浩的拳风突然一变，灵动飘逸不见了，突然变得刚劲威猛起来，身体连挨了几拳之后，赵世明快速后退拉开距离。林浩没有穷追不虞，给了对方一丝喘息的机会，既然拳对不过，那就用腿。赵世庆这么想着，便秀起了腿功，有点像跆拳道的路子。结果这次林浩更干脆，不讲任何技巧的，就是和对方硬碰硬，2条腿扫到一起的撞击声，让底下看热闹的人似乎都感觉到了疼。也就1分多钟，赵世庆大叫了一声：不打了，不打了！说着便蹲下身，疯狂地搓起2条腿，真他妈疼！看着面不红气不喘，好像没事人一样的林浩，他颇为苦恼的道：阿浩，你是铁打的呀？林浩笑了笑：我天生骨头就硬一些。赵世庆翻了个白眼，这台词真熟，感觉好一点。他这才站起身，一瘸一拐的来到镜前：你用的是啥功夫？真厉害！都是道家的，刚开始是太乙逍遥掌，之后则是降龙拳。那个降龙拳够力，大开大合，又无懈可击。赞赏了一句，随即又立马道：能教我吗？有啥不能的？好了，今晚就到这，让于总和阿浩休息吧。赵世明刚从弟弟落败的惊愕中反应过来，便提醒了一句：阿浩，你可是答应我的。对了，你这明显有师承，哪个老师教的？师从龙虎山。正义到家。你还知道正义？看了不少讲古武的书，所以就多少了解了一些。现在他们还练功吗？林浩笑看着他，还真是个武痴。以后有时间去内地，我带你上山看看。好啊。回去的路上，赵世庆挤进了他们的车里，一路上就在问这问那，直到到了酒店，他还提醒了一句：我明天一早就过来接2位。于伐科再度向2姐弟道了谢，这才上楼。感觉怎么样？套房内，于伐科坐下问道。见林浩又开始泡茶，他又补了一句：晚上喝茶，你不怕睡不着啊？习惯了，不喝反而睡不香。这2姐弟挺有意思的，大姐沉稳，弟弟虽然爱玩，但和我想象的那些大少玩的又不同。赵世明还是很有能力的，赵氏的情况很复杂，几经崩溃，上一代几兄弟之间更是为了利益决裂，他接手时也算是一个烂摊子，这2-3年时间不仅整顿好了，而且还能保证每年盈利，殊为不易。又聊了一会，各自回房休息。第2天，赵世庆来的还真早。咱去海洋公园，这边的海洋馆还是挺不错的。于伐科和林浩对视一眼，随即大笑了起来。怎么了？你带阿浩去海洋馆？他家就是渔民啊，一直和大海打交道的。赵世庆愕然，随即又为难道：那要不去？这边能钓鱼吧？明天干脆带我们出海钓鱼吧。那简单，我家就有游艇，明天一早来接你们。其实林浩想回家了，这地方虽繁华，但还是没有那个小渔村让他能放松身心。突然发现自己年纪轻轻怎么这么顾家了。于伐科终于忍不住将赵世庆一搂，在旁边嘀咕了起来。看着2个男人搂一块笑得那么贱，林浩不用听就知道肯定和女人有关。回到房间后，林浩忙着和陈雪视频聊天，他发现自己在老家确实帮不上忙，净劳烦姑姑了，而且奶奶的病也没什么大不了，他便回了家。2人聊了1个多小时，在于伐科的不停催促下，2人这才结束通话，出了房间没好气道：你又要干嘛？无聊啊，要不咱俩去泡吧。
陪着这货去酒吧玩了一会，灌了一肚子啤酒，收了好几个电话号码，两人这才回家睡觉。清早他起床时，愕然地发现于伐科已经洗漱完，正在等他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阿庆说了，今天赶早出海，快点洗漱，我们不在酒店吃早餐，去游艇上吃。他还没洗漱完，便有人上楼叫他们。来人是赵世庆的司机，之前见过2回我家少爷在码头等2位，请2位见谅。港城是一个极开放的城市，同样也是个极为保守的城市，比如说这些豪门大族的称呼，又比如这帮富豪明面上就一个妻子，实则都会有所谓的小妾，再比如现在的港城女明星，他们的目标就是嫁入豪门。跟着司机来到码头，发现赵世庆好像和人发生了争执，林浩走过去时，两人还在争吵。看赵世庆脸红脖子粗的，显然嘴上没讨到便宜。阿庆，怎么了？于伐科上前问道，结果赵世庆还未开口，另一边的人倒是轻蔑一笑。大兄，你個衰仔，截了老子的樓，原來就是為了這2個大圈仔。林浩眉頭微皺，闽粤毕竟是交界，而且乡音中很多音系相同，所以他不仅能听懂粤语，而且也能说得不差。大圈仔这种称呼是带着一定的贬低意思，一般来说，港澳台等地把内陆过去的小混混才这么称呼。早先就有一个大圈帮，便是过来的内陆人抱团成立的帮派。看咩啊？丟你老母！见林浩望着自己，对方的嘴巴再度喷粪。林浩并不是不知轻重，看向赵世庆，这是谁家的？他爹娘没有教他家教吗？我不介意帮他爹娘教一下。对方看似莽夫，实则也有点小心机，目光看向赵世庆。衰仔，這人哪來的？趙世慶還沒來得及回復，於伐科便笑眯眯的道：京城，有海子的那個京城。對方雙眼同人猛地收縮，目光便不再看向於林兩人，再度對向趙世慶。衰仔，你截我的樓，這個梁子沒完。哼，你說怎麼辦？要不到我的武館裡，我給你個向我挑戰的機會。對方面上一黑，媽的，誰要跟你這個莽夫打擂？雙眼突然一亮，看你們這樣子，也是出海釣魚吧？揸就比一下。看那艘船釣得多，賭了。趙世慶毫不猶豫的道：別急啊，既然是對賭，總得有點彩頭。輸了的話，不僅要讓出你門邊上的3個鈕。說着到這裡，又一指不遠處的海邊，還有遊艇怎麼樣？趙世慶聽到妞時，本能的就要答應，但聽到遊艇時，他露出了為難之色。這個遊艇可不是他的，也不是家裡企業的，而是自己的叔父私人所有。他叔父算是港城的風流人物之一，已經50多歲還沒有結婚，天天不是泡妞，就是在泡妞的路上。這艘遊艇可是他的心愛之物，花了2000多萬打造。昨晚還是大姐出面，叔父才同意借的。要是輸了，先不說對方會如何生氣，就是賠的話，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。雖說他們趙家是港城的老牌家族之一，但這些年外強中乾的厲害，姐姐夜以繼日的操勞，才讓局面好轉，自己幫不上什麼忙，可不能添亂。就在他為難之際，卻聽於伐科輕描淡寫的回復了一句：賭了。對方面上一喜，好，說着便掏出手機打起了電話。趙世慶心中暗嘆，不得已也只得掏出手機開始打電話。林浩等到對方掛斷，這才看向對方問道：先問一下，是論條算，還是論重量算，亦或是按價值？不必那麼麻煩，就按重量算就行。時間嘛，到下午的7點。兩邊打電話都是叫律師，畢竟是涉幾千萬的賭局，還是得正規些的。利用等人的功夫，林浩走到趙世慶的旁邊，我要回趟酒店拿點東西。反正還要等人。趙世慶輕點一下頭，又安排司機送他回酒店。